上海的房子也卖不动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习惯了上海房价只涨不跌，买房反而被视为最稳妥的投资。但是最近几个月，上海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变化，交易冷清，房价跳水，这座城市里的蓝筹股似乎真的开始卖不动了。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。上海链家研究院1月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，2024年1月，上海全市仅成交新建商品房3786套，比上月暴跌了44%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%。成交金额也从去年同期的690亿元暴跌到了290亿元，同比下降了整整58%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业内人士透露，包括二手房在内，1月整个上海房地产成交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0%以上，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。就在上周，浦东某高端楼盘推出了3年来首次买1送1的团购活动，结果仅卖出了区5套房。这简直是房地产市场的末日。上海某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老板感叹道：上海房地产为何变成这样？原因很多。上海土地供应量巨大，房源将持续增多。之所以上海房价跳水，主要是因为土地及房源供给量太大。据统计，2022至2026年，上海共有1011块宅地将供应，可建房面积达5500万平方米，几乎相当于现有商品房总量的一半。仅仅去年，上海就已有4个集中供地批次，成交了72宗涉及居住用地，揽金高达2200亿元。虽然较去年成交金额下滑 22.5%， 但若加上其他协议出让成交，上海全年土地成交金额仍达3316亿元，仅轻微下降 13.8%。可以说，近几年上海靠卖地日进斗金，2022年、2021年、2020年3年卖地收入就高达 1.23 万亿元。这些土地最终都会建成商品房推向市场，供给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急剧降温的二手房市场。与此同时，上海二手房市场经历了惨烈的价格调整，别墅和高端产品跌幅最为惨重。原因不外乎经济下行、失业加剧。上海今年制造业出口下滑 20%， 外企裁员 30% 已成定局。IT 互联网行业更是一夜回到2017，大量项目被砍，裁员潮席卷整个行业。缺乏收入来源的打工一族，自然无力再承担高房价。在需求急动的情况下，上海二手房市场跳水式下跌。别墅区、豪宅区的房子更是雪上加霜，100万元级的房产税让本就捉襟见肘的买家更加兴致缺缺。上海新房销量冰封，部分项目降价甩卖。与此同时，二手房暴跌的市场态势也迅速蔓延到新房市场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3年上海新房成交量同比减少近70%，开发商的销售面积也出现大幅下滑。更关键的是，过去新二手房价格存在的剪刀差已经消失殆尽，新房价格不得不追随二手房下行，部分楼盘通过折扣促销的方式进行甩卖。据悉，不少新房项目通过限时特价促销的方式来刺激销量，但是这些促销并未激起购房热潮，因为在房价持续下滑的大环境下，购房者都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。开发商降价甩卖，于事无补。上海各类房源租金暴跌，保租房亏到倒闭边缘。除了房价跳水之外，上海的房租也在持续暴跌。无论是写字楼、商铺还是住宅，各类房源的租金都在疯狂下调。据悉，靠近陆家嘴核心区的一室户公房，租金从去年的7800元每月暴跌至现在的5500元，也无人问津。在租金暴跌的同时，各类房源库存却在不断增加。据统计，上海2023年前10个月新建成交付保障房近7万套，
5年目标是新增60万套，也就是每年12万套的速度。但是新增的各类保障房根本就租不出去。市民查询上海官方 App 随申办的"我要租房"栏目，就会发现大量保障房源早就处于空置状态。之所以没人租，主要是因为保障房的租金太贵，一般人根本就租不起。但项目方也不敢降价，因为一旦降价就会进入亏损状态，于是陷入僵局，保障房既租不出去，也不能降价。可以说，在房价和租金双双下跌的情况下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冰点时期。普通人要在这里买房，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。上海或现抛盘潮，购房者不接盘也难救市。在土著卖房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，上海房地产市场恐将出现抛盘潮。届时，大量房源打折甩卖，但是买家不会接盘。这种供应量暴增而需求继续萎缩的恶性循环，将使上海房价雪崩式下跌。近期，上海出台新的房地产政策，允许外地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买入上海房产。过去我们以为这会打开外地购房者的投资热情，进而刺激上海房价反弹。但问题是，在当前市场环境下，外地购房者往往持观望态度，不会充当救市神兵天将。而上海本地土著恰恰正在这个时间点抛售房产，这样一抛一关的状态，房价很难再次飞涨。更关键的是，过去通过限购等手段抑制住房需求的办法已经失效。近年来，无论放宽生育政策还是房地产政策，民众的生育意愿和购房需求都无法通过政策刺激而大幅提升。可以预见，上海房价的下跌趋势难以通过政策调控而扭转。市场既定的供需态势决定，下半年房价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跳水和抛盘现象。这对刚需购房者或是投资客来说，都将是不利的局面。这还仅仅是开端。据报道，上海政府正在酝酿全面放开房产限购限制，允许全部外地人不分户籍到上海购房。这无疑会给已经捉襟见肘的楼市雪上加霜。在外地买房一族潜在的竞争下，本地上海人想要买房，难度无疑还会水涨船高。当然，也有业内人士表示，这只是楼市的短期调整，上海楼市的基本面依然牢固。在税收政策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，上海楼市下半年很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小阳春。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这似乎也只能算作一种乐观的空想。上海的楼市之所以强大，靠的始终是这个城市足够旺盛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前景。然而，在挂到档在踩油门的经济政策的钳制下，这座城市的未来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无论后事如何，上海这座向来红火的楼市，在2024年春节至少可以歇一歇了。买房难、买房难、租房难，三难交加，确确实实让这个城市里每一位房奴苦不堪言。